我家少爷貌美但缺大德。年少时他曾装灵骗了个男人，还把人家给抄了。后来那个男人跑了，少爷找了很久都不肯放弃，今天终于收到消息，那人在京都。于是少爷迫不及待地开着直升飞机降落在宋氏集团，带着一群人闯了进去，将那个叫赵月的男人给扛了出来。赵月挣扎着想要下来，还被少爷一巴掌拍在屁股上。乖，别闹！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狠狠咬在少爷的脖颈上。我惊了，少爷笑了。别着急，等我们回去再咬。不是，你真觉得人家是跟你久别胜新婚？刚到家，赵月就被关进了卧室。据说那间房间就是他曾经居住过的。我拿着两人的外套站在屋里，走也不是，留下也不是。少爷紧紧地抱着他，深吸一口气，一脸满足。这里依旧是你走时的样子。我一直保留着，谁知赵月翻了个白眼，挣扎着扑腾着，就是不安生。领口散了，头发乱了，连他的脸都因为运动变得红扑扑的。我清楚地看见少爷喉结滚动了一下，眼神都变了。得，这是要开始走不能播的剧情了。我立马识趣地退出房间，然后趴在门口偷看。旁人不知道的是，我除了是管家，我还是一名 BL 破文写手。摆在眼前的素材，不学白不学。我立马从怀里掏出小本子，准备记笔记。只见两人先是打了一架，累得瘫倒在床上喘息，一时之间呼吸相闻，气息接近。不知是灯光的迷离，还是被对方眼中水光碧海，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半推半就，眼见着就要成就好事。我激动万分。然后我手机响了，床上衣衫半退的两人立马停了动作，赵月的眼神也变得清明起来。一回过神，他立马飞起一脚将少爷踹下了床。少爷毫无防备，1.8米几的大个子摔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我立马意识到坏了，顾不上接电话，我赶紧找个借口撒丫子就跑。这两人明显是有些情谊的，可不能因为我错过了和好的机会。身为管家，我受过严格的训练，无论是再好笑的事情，我都不会笑的，除非忍不住。比如现在，少爷挨了一脚还没完，又连人带衣服被赶出了卧室，蜷缩着1.8米几的身子，委屈巴巴的躺在卧室门口守着，还妄想用那副柔弱的模样挽回爱人的怜惜。但不幸最后只得到一个枕头啪的一声砸在他那张好看的人神共愤的俊脸上。素来以暴躁著称的少爷竟也不生气，捞过枕头猛嗅一口，嘿嘿傻笑。他在关心我，我有些不忍直视，却在少爷瞪过来的目光中火速低下头。他的脸真红，不是修的，是扇的。那鲜红的巴掌印估计能留到明天。安静了一整晚的赵月吵着闹着要去上班，少爷又被抓花了脸，气得跳脚。你就是想去送冤呐？你就是看上那个小白脸了对吧？我早晚弄死他。这句话一下子把赵月惹恼了，就算是昨天被扛回来时，他都没有现在这么生气。他气红了眼睛，猛地冲过来，一巴掌甩到少爷那张帅脸上，声音气得都发了颤。你是疯子吗？要是敢乱来，我立马出国，让你再也找不到。不管少爷如何气得跳脚，可他始终没对赵月动手，忍住脾气到了书房才发出来，然后将老爷珍藏的花瓶砸了个爽。我忍不住掰着指头数了数，万、10万、100万、1000万。祖宗，我的脑袋里全都是粉红色的毛爷爷。有人说，爱一个人是无论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会坚定不移。我对毛爷爷就是如此唯一的深情。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少爷给我下达了命令，他让我劝赵月打消去宋氏上班的念头。我目瞪口呆，我
就凭我？不是，这任务你都完不成，你让我去？可没办法，这年头给钱的才是老大。我拖着上坟的心情去找赵月旁敲侧击，突然发现我们漏掉了个重要讯息。赵月是在实习，他才不是被宋总的美貌冲昏了头脑，他上班是为了实习证明。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少爷的时候，黑脸的暴君慢慢软化面容，几秒时间就笑得极其不值钱。我就知道他不会这么肤浅，我有些辣眼睛。在我看来，赵月可能就是肤浅的人，他又不爱财，不图你脸图啥？少爷说要给赵月开实习证明，他相信了，并且十分高兴，一时也忘记曾经被骗的事实，高高兴兴的跟在少爷身后去上班了。见过好骗的，我没见过这么好骗的，说啥都能信。中午，少爷担心赵月吃不惯食堂和外卖，坚持让家里的大厨做了好菜，由我专程送来。出了电梯，我一眼就看见赵月身边站着个大美女，明明是向她请教问题，可偏偏整个身子都往那边凑，眼神直勾勾的盯着她说话的嘴，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可偏偏赵月就跟瞎了似的，死活看不见，小嘴巴巴巴的讲着专业知识，滔滔不绝，几下就修好了美女的笔记本，空余时间都不够人家要个电话号码的。美女有些不甘心，锲而不舍，要是她再坏了，我还能找你帮忙吗？那水汪汪的眼睛，漂亮的面容，连我这个女人都不忍心拒绝，何况男人。谁知赵月一脸不可思议，一拍桌子变了脸，感情我刚才教的，你一点都没听。我看着这幕，忍不住摇头。果然，赵月一直保持单身，不只是因为少爷的阻止，他自己就是个棒槌。嗨，少爷哪里是来找我送饭的，明明是找我出谋划策来了。果然，推开办公室的门，就看到少爷脸黑成炭。见我进来，他瞥了我一眼，支着下巴轻点一下门外。我顺着视线看过去，赵月的工位一眼就能看见。此时又被一群女人围住了，好想把他们都开除了。我赶紧劝他冷静，毕竟现在不仅要防着女人，还要防着男人。就在少爷破防，想要去制止两人的靠近时，电梯口出现了一位古典美人，那是少爷名义上的未婚妻许小姐。她一身旗袍，尽显姣好身材，提着食盒，温婉贤淑，微微含笑着向众人点头示意，收割好感度无数。可就在办公室的门关了后，她的表情一收，抬脚就踢掉高跟鞋，满脸不耐烦。那男的是谁？怎么离我家青青这么近？你马上把他开了，赔偿我出10倍。然而少爷只是瞥了他一眼，对他如此大的反差早已经见怪不怪。明明是你的青青故意接近我家赵月，信不信我立马把他开了？古典美人冷哼一声，将手里的食盒扔过来。两人相顾无言，已是习惯于应付两家家长，左右不过是做个形式。可门外的两人却让他们坐立不安，看着心烦意乱，索性他们谈起生意经。孤男两女都3刻钟了，赵月他吃醋了吗？少爷似是不经意的吩咐，嘴角却勾起笑容，眼中满是期待，又带着即将看到想看场景的窃喜。我翻了个白眼，30多度的嘴说出冷若冰霜的话：少爷。赵月和苏小姐已经去吃饭了。什么？谁能想到海市最负盛名的天之骄子、天之骄女会去尾随员工？我提着2份饭菜，吃的嘴角冒油，身旁是少爷的那些下属狂拍马屁，觉得我能得到这些是因为少爷的信任，也得未来少奶奶的心。我有点撑，也有点想骂娘。为了送饭，我堵车堵了半个小时，结果这饭送进了我的肚子。有福气，这福气给你们要不要啊？我一个人躲在空调房美滋滋边看电视边吃饭，难道不爽吗？眼看着少爷气成了河豚，估计他吃醋都吃饱了，此时却坐在赵月对面，死死的盯着他。
把赵月盯得一头问号。终于少爷开口了，他努力平复心情，你吃饭为什么不叫我？你不是有人送饭了？少爷的脸色终于有些缓和，眼中也有了些笑意。你是因为有人给我送饭才不叫我吗？你吃？对啊，都有饭了，就别出来吃了，浪费钱。赵月一脸的理所当然，还笑着看身边的苏青青。还是不要你请客了，咱们 AA 吧，少爷又不高兴了。同样不高兴的还有他那名义上的未婚妻，因为苏青青在和他说赵月有多帅，有多符合他的审美。我正纳闷这两个大佬为啥非得想掰弯直男直女时，冷不丁的一盆脏水就泼到了我身上。管家他太饿了，把我的饭抢了，我没办法，只能出来吃，真是好大一顶锅啊！我是经过培训的高级管家，轻易不会骂娘，除非他该骂。此刻我就想骂，可手机一声震动打断了我的想法。我掏出手机一看，啧，好多零。下一秒，面目扭曲已经转变为和蔼可亲。是的呢，我实在是太饿了，好在少爷善良又好心，竟会把午餐让给我吃，我好感动。我激的一下掏出高级面巾擦拭那不存在的鳄鱼眼泪，转眼对上少爷未婚妻鄙视的眼神，我翻了个白眼。姐妹，那你为什么也出来吃啊？我看你带了那么大一个食盒。苏青青只是疑惑的询问一下，立马让他哽住了。我美滋滋的等着看好戏，谁知他不慌不忙拿出手机点点按按操作了几下。我有些疑惑，下一秒我的手机又震动了一下，我震惊的睁大了眼睛，这零真多啊，跟他妈做梦一样。是这样的，我今天没吃早饭，实在太饿了，所以那份也是让给我吃了，真是好心啊，好心！两个小可爱深信不疑。我看着这四个俊男靓女，心中有些怅然。我家祖上世代都是少爷家的管家，这一被选中的人是我。老爷自从知道少若的性取向后，就一直多加阻止，连夜把正在摆烂中的我调到少爷身边，只因为我是女的。少爷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赵月，也是因为有老爷暗中遮掩的原因。他不希望世家香火到少爷这一脉就断了，更不希望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所以这条方法别说是通过，有这样抹黑的想法，老爷不打断他三条腿都是愧对列祖列宗。我轻叹了一口气，眼睁睁的看着存款余额变长。没错，我拿了2份工资，一份来自于老爸，他让我看着少爷别中了南湖离京的道；一份来自于少爷，他让我糊弄老爷，让他能和赵月相亲相爱。我有些愧疚，良心有些不安，可这只是一时的，我的良心有时效性，只痛了1秒，立马就涌上满心欢喜，回起话来半真半假。老爸，少爷正和徐小姐一起吃饭呢，他们是一起吃饭，只不过不止他们俩。两人非常高兴，对，他们4个人一起挺开心的。看来好事将近，没错，会有2对，性别相同，才好恋爱。少爷的办公室有个隔间，平常他工作完了都会去小睡一下，可现在他就坐在离赵月不远的椅子上，强大的压迫感让众人不敢摸鱼，更不敢借着由头和帅哥大话。整个空间内只剩下许小姐和苏青青的声音。或许看着别人欢声笑语，自己啥都没有，少爷有些烦躁，砰的一声站起来，吓得众人一个机灵。却只见少爷一把拉起赵月就往办公室走，留下一句：该午休的午休。那些为了表现的卷王们这才放松下来。我想跟着去瞅瞅，毕竟写的文只有骨干没有血肉，那怎么才能叫优秀的屁灵文？一定要色香味俱全才好。可我又怕惊扰到他们，正犹豫不决间，却听到咔嗒一声，玻璃门从外面看不清了，这是办公室被反锁的迹象。不是，少爷这么怕坏他好事吗？可今天显然要坏他好事的另有其人。
他们刚进去不到10分钟，老爷忽然到公司来了，身边还站着一个中年人，是少爸他二叔，跟少爸争继承权最激烈的那个。我心一惊，赶紧拿着资料过去借口汇报其他项目，可下一秒就被冷冷打断。老爷有些失望的看了我一眼，冷声呵斥：“把门打开！”我垂下脑袋，依旧挡在门口，默不作声。我再说一遍，把门打开！我的头垂得更低了，打算誓死保护我后半生的工资。究竟是谁告的密？这才多久，老爷就到了。我不敢想象，要是真开了门，看到不该看的，老爷会不会气得把少爷打进 ICU？ 可我不说话，老爷也有的是方法。更损的是二叔，他诚心要把事情闹大，想让少爷丢脸。见我不让，他竟开口让人去砸门。我想去拦着，却忽然被几个黑衣人冲上来，死死架住。最后还是在许小姐开口下，才放开了我。几人直接过去敲门，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显然是没打算给少爷留颜面。我后背一阵发凉，被人群挤在后面站都站不稳。完了，我的双份工资要没了，少爷要在众人面前丢脸了，我这管家的位置还能保住吗？最重要的是，老爷不会让我退钱吧？我忧心忡忡。少爷他二叔倒是有些得意忘形，似乎已经预见少爷被捉奸在床的场景，竟直接以当家人的模样自居。砰的一声，门被砸开了，我捂住眼睛，有点不敢看。身边很近，我有些疑惑众人的反应，看了过去，只见办公室内，两人衣物完好，神态正常，可以说是有些严肃，正在对报表。我率先走近2步，看到了一些别人没看到的，顿时我有些不敢乱动了。在这个角度，我明明看到他们裤子凌乱，似有水迹。少爷的手还搭在赵月的腿上，正向上摸去，却被赵月狠狠一拧。少爷的脸色更加紧绷了，似乎在强忍戳牙咧嘴的模样，一脸严肃的看着来人。爷爷，二叔有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那副冷若冰霜的模样，还真像是被打扰了正事，有些不快。老爸没开口，打量了几眼办公室，似乎没有发现异常，这才松了面容。没什么，就是正好路过公司，上来看看你。既然没事，那我们就先走了。他二叔有些急了，似乎是不甘心只看到这样的场景，挤着就往里走，明显是想拉开两人仔细看看。我赶紧拦住，同时出手的还有少爷的那个助理。这里是办公场所，非本公司员工不得入内，如果是老爷要进，还真没办法，可这只是个二叔，我们隶属于少爷，就算不给他面子又如何？他的脸一僵，刚想发火，却被老爷及时制止。好了，我们该回去了。老爷警告似的看了一眼，他这才指了话头，狠狠的瞪了我们一眼。我才不在意他，我在意的是那个给我发工资的人。可他临走时的意味深长一瞥，让我遍地生寒。我很清楚，老爷他知道了，只是他为了少爷的面子，强忍着怒意。估计今天这趟也是被强拉来的，老爷想给少爷个警告，才会如此严肃，却也在儿子和孙子中选择了孙子。我写的 BL 破文反响很好，底下聚集了一堆同好。就在他们嚷嚷着好像还要的时候，我却有些惆怅，因为当事人似乎还没明白自己的感情。晚宴上，作为订婚了的两人，在众人的目光中跳起第一支舞蹈，灯光照射在两人身上，同样优秀睥睨同龄人的天骄似乎本身就在发光。周围人都在感叹着他们两个有多么般配。我看了眼正在选甜点的苏青青，又看了眼直视前方的赵远，忍不住摇摇头。为了保持我的榜单，我一到赵月身边，掏出小本本八卦他的感受。啥感觉？赵月没看我，挠了挠下巴，有点怪。哪里怪？我有些激动。难道这个单纯迟钝的小子终于有吃醋的感觉了？怪，我赶紧拿笔准备登记。怪恶的，那我也有点怪。
怪想打人的。我咬牙看着赵月直奔食品区，忍不住回头看了眼少爷。他今晚特地装扮过，一身浅色西服衬得他高贵冷艳，迷人的闭塞眼睛都带着无限吸力。我还记得出门前他特骚包的喷香水，嘴巴还不住念叨：这个味道我们小赵最喜欢了，最好能让他趴我身上闻。嘿嘿嘿，他那架势恨不得直接一瓶全到身上，用尽毕生修为勾引赵月。可一曲过后，许小姐都快保持不住那贤良淑德的面具。到了僻静处，他猛翻白眼，骂少爷是开屏孔雀。少爷也不恼，笑嘻嘻的凑到赵月身边。我这才发现，赵月似乎已经在同一个地方发呆了许久，顿时像发现了新大陆，他一定察觉到自己的心意了吧？要不然他怎么会慌张的躲开少爷伸过去的手？少爷顿住了，然后就是有些气：你嫌弃我？他不等赵月回答，立马把他拽走。我想跟上去看看，却被少爷一个眼神定在原地。真是小气，还好还有另一对供我参考。比起少霸，许小姐可谓是感情高手，不一会就把苏青青撩得面红耳赤，可看样子还是没有反应过来。直到她的吻落在苏青青脸上，舔走那不经意沾上的奶油，苏青青这才懵逼了。半晌后，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茫然无措，接着是不敢置信。她把她当闺蜜，她竟然想泡她。我很想亲你的嘴唇，但是没得到你的允许，我不能这么做。可是我忍不住了。你不能让我一直等下去，这太残忍了。听听，少宁快来看看人家。他真的，我哭死。你要有人家一半的情商，能这么长时间都拿不下赵月。你不能对我这么残忍。许小姐握着苏青青的手，一脸受伤。而苏青青在懵逼过后，竟有些羞愧。不是，你羞愧个屁，想掰弯侄女的她才是最应该羞愧的那个。闺蜜变情侣，显然苏青青一时还不能接受，可在许小姐的软磨硬泡下，决定给她个机会。我忍不住竖起大拇指，手上不停记下笔记：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担君之忧。要把套路都记下来，让少霸学学。首先，朋友身份接近猎物，降低其警戒心，然后对他好，对他好，对他好，重要的事情说 N 遍。最后让猎物产生愧疚心，给个机会，最后优秀表现一举拿下。攻心之计可比强制爱厉害多了。然而少爷表示根本看不上，强制爱起码人到手了。他攻心到现在不也只是亲个脸？我想想深觉有道理。宴会结束后，我在深夜疯狂码字10000加，强制爱批灵文。这几天风平浪静的离谱，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只有那该死的恋爱腐臭味越发近了。往左看是一对百合，往右看是一对男童。只有我清清白白，散发着单身狗的清香。喂，你也看不惯吧？我去接咖啡时，身后突然出现了个男人，他故作风流的撩了一下头发，表情清爽，可与秀才比肩。我顿时觉得咖啡有些腻了，直接倒掉换成了绿茶。怎么了？没什么，只是觉得你每天好辛苦，要是有个男人能依靠，有个家就好了。听到这话，我猛翻白眼。男人，我只要财神爷8个就够了。你算哪根葱？可想起少爷吩咐的任务，我只能扯出个干笑应付，觉得我辛苦就给我打钱吧。男人的嘴角一抽，皱起眉就想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我赶紧摆手，迅速找借口离开。装样子还行，真让我听什么男权的想法，我怕我会吐出来。毕竟我物质且没素质。几次接触过后，他似乎放弃对我展开进攻，因为我已经成功塑造了贪财但不好色的形象。抓到他下药时，我震惊非常。毕竟总裁的日用饮食一般都是由我经手。他看到我有一瞬的惊慌，然后似乎想起我的特性，
脸色又慢慢趋于平静。你想要多少钱？我顿时一脸悲痛欲绝。你怎么能这么想我？那可是我家少爷，铁饭碗啊！男人有些慌了，所以你要告发我吗？我顿时收起表情，一脸谄媚，说什么呢？有这种门路早说啊！下一次要多少钱？介绍我呗。男人有些懵了，你觉得这是什么药？迷药？是你想上位，还是谁想上位？没事，成功了分我一半钱呗。是毒药？男人似乎被我缠着问的烦了，嘴巴一块直接爆了出来。我顿住了。男人激动过后有一瞬间的惊慌。所以报酬很高吧？介绍给我试试呗。不出所料，想把少爷置于死地的人是他那愚蠢的二叔。同样的金发碧眼，在少爸身上妖孽美艳，性张力爆表，在这二叔身上只剩下呆傻。明明少爷他爹就长得很聪明，兄弟俩怎么差距这么大？他似乎嫉妒少爷已久，每每提起老爷对他的不同，都恨不得想从少爸身上撕下一块肉。听完他的一番洗脑言论后，我义愤填膺，老爸实在太过分了。明明你这个儿子还活着，为什么非得重用孙子？也太不把您当回事了。虽然您事事不如少爷，也不像少爷那样有能力，他可是您儿子啊。传位都少有直接传给孙子的，也不知道老爷是怎么想的。我这一番话似乎说进了他的心坎里，立马激动非常，拿起毒药就往我手里塞，顺便还给我打了10万块钱，说是事成之后再给100万。我看着银行卡上毫无增长的余额，暗暗吐槽，买凶杀人的钱都抵不上替少爷背个黑锅的。尼玛，这人与人的差距不就出来了？可我面上依旧带笑，拍着胸脯，保证一定把事情做好。少爸中毒住院了，好消息，他装的。更好的消息，那100万我拿到手了。我看着躺在病床上化虚弱妆的少爷，感觉有些心梗。遇到赵月之前的那个暴躁疯批的少爷哪里去了？怎么换了个憨憨过来？怎么样，像不像？你说赵月过来会不会心疼哭了？我猜赵月可能不会过来，毕竟你不是第一次在他面前装柔弱了。第一天赵月没来，第二天赵月也没来，第3天少卷急了，直接让私人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结果不止赵月来了，老爷他们都来了。可惜最后人群里3层外3层的围着，赵月站在最外围，根本挤不进来。少爷有些急，被挡住的手快把床单给扯烂了，要不是我偷偷握住，估计真的要一猛子跳起来。可为了计划，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昏迷看。老爸十分震怒，吩咐彻查。我忍不住有些心虚，垂下脑袋抠手指，却被直接点名由我全权负责。那我可要来劲了。他二叔晚上开庆祝会的时候，被我一窝蜂的捉住了，并且拿出了确凿证据。当证据摆在老爷面前时，老爷还有些不敢相信。毕竟在他的观念中，大家族争斗归争斗，不伤害手足至亲才是基本。道德败坏、血缘薄弱的人，就算选他做继承人，也只会害了自家。那一天，我打了10分漂亮的仗。返回少爷的病房，刚想要告诉他好消息，却透过玻璃窗，我看到一个人影坐在陪护椅上，眼中带泪。是赵月。他沉默的坐在那里，几天不见，反而消瘦了很多，看起来比少爷还像个病人，眼眶也红得不正常。半晌起身，他转身又返回，忽然对着少爷那化过妆的白色薄唇印下一吻。起身后，悲伤的神色已经换成了疑惑。他擦了下自己的嘴唇，抹下一层白色唇印。他又凑近闻了闻，错愕的倒吸了一口气，巧克力味的。我暗叫不妙，少若用的这个口白竟然有味道，这不是直接玩完？果然赵月一改刚才的温柔，立刻冷了脸。你又骗我，少爷不动。赵月又去看仪器，是录的视频。
他又去看打的点滴，是葡萄糖。这已经是少爷第 N 次套路赵月了。被发现的少爷原本想解释，可看着对方冷下来的脸，干脆破罐子破摔，直接揽过赵月的脖子来了个深吻。无论赵月如何挣扎，都挣脱不了，只能被动承受。激烈的一吻过后，我有些不敢看，结果显而易见，赵月甩下一个鲜红的巴掌印，气冲冲离去。我进去时，少爸他坐起身，捂住脸，笑得一脸憨憨。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亲我耶，赵月肯定特爱我的。我试图拯救一下少爷的恋爱脑，可他也打了你一巴掌，那他怎么不打别人，只打我？肯定是因为我在他心里最特殊，还不是因为你在他那儿最流氓。我翻了个白眼，将手中的资料递给少爷。他一秒变正常，大致的扫过一眼后，嘴角勾起的笑容既残忍又恐怖。听说二叔看不起我和赵月这样的，那就让他去特殊监狱待着吧，记住，没有特权。我点了点头，因着那110万的关系，默默为他插了2根蜡。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晚节不保，贞操不在吧。我又递过去一份资料，只见少爷再次变得憨憨，把二叔的财产投入研究吧。我好想快点拥有与赵月的宝宝，一定特别可爱。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少爷手中有一支队伍，专门生物研究。他父母早亡，童年时期就是被爷爷带大。他不想让爷爷失望，可又不想放弃自己的爱人，所以这些年的收入他都搭进了这支研究队伍。那高昂的费用让我都眼红，恨不得进去当个扫地小妹。能分点是点。这些天传出来的消息表明，他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在那场实验中，2只公兔子生下了健康的宝宝。少爷当即驱车前往。我明白他此时的激动，所以在他忘记装病，直接跳下床时，我也没阻止。可这竟然被过来的老爸看个正着。车子飞速掠过，带走了我的全部快乐。在老爷的黑脸中，我再次垂下，脑袋装死。他人呢？准备生孩子的事去了。少爷想要有个孩子绑住赵月的心，所以我也没算说谎吧。眼见着老爷的黑脸多云转晴，我心中的压力也小了许多。他眼神精明，闪着光芒。他想通了，找了女朋友，我不找了男朋友。老爷一梗，气得就要破口大骂。我赶紧将手中的资料放到他手上，看着他翻看资料半天，最后沉默了。他拆散过少爷和赵月，却没成功。甚至少爷还动了男性生子的心思，估计他也明白了自家孙子的心意。悠悠叹了口气，最后留下资料离开。离得远了，我还听到他说：“姥姥，年轻人的事不该我掺和了。”就在少爷确定实验可靠，想要和赵月拥有爱情结晶的时候，他发现赵月又跑了。他当即冲到正在钓鱼的老爸身旁，怒气冲冲：“爷爷，无论你拆散我们多少次，我都会把他找到的。想抱重孙，我给你生。”最后那句话一下子把神态悠闲的老爷吓得一个倒仰。你男人又跑了，关我什么事？这次我可没参与啊！你们爱咋样咋样，我可不管。少爷冷哼一声，直接离开。我赶紧跟上，身后还传来老爸的喃喃自语：“他生？他生是什么意思？不是小赵那孩子生吗？”这次没有老爷的参与，我们很快找到了赵月。他正在校园里坐在一棵大树下看书，身边站着一个美貌少年，看起来像是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他脸蛋微红，却一脸臭屁。喂，快告诉我你的名字。赵月皱了皱眉，还没开口答话，就听到熟悉的声音。哪来的小屁孩，还想学着别人搭讪？少爷虽然黑脸，可并不打算跟个半大的孩子计较，尤其是看到他那有些幼稚的长相，就像是还没张开一样，更加没有兴趣欺负小孩。谁知那人一听叫他小屁孩，立马跳脚：“你小，你才小，你哪里都小，呸！老男人！”
少爷也火了，一把拎起他。我想起遇到赵月前的少爷，暴躁易怒，做事疯批，不想后果。就在我为这人捏了一把汗的时候，赵月赶紧阻止了。看得出来，他原本想要装作不认识少爷的，可现在事态的发展有些出乎意料，或者说两个人都幼稚的出乎意料。尤其是少爷，吃起醋来跟没脑子一样。真不好意思，如果我家少爷有什么不礼貌的行为，还请多担待一下。旁边的商店中突然走出来一个少年，看起来优雅又隐隐透着邪气。显然少爷认出了来人，或者又因为赵月的阻止，他放开了那个人，跟在赵月身边认错服软一条龙。而我看着那个任性少年，脑中绝里啪啦冒着设定：傲娇任性少爷受，优雅冷淡男仆公，或者是懵懂幼稚少卷寿。腹黑又细男仆公，想得我狼血沸腾啊！当即回家怒骂10000家。许小姐和少爷本来就是一场合作关系，他们相互合作，各自追求真爱。终于在赵月原谅少爷的那天，少爷立马宣布所爱之人是他，当即去往外国领了证。可少爷依旧没有安全感，怕赵月再次逃离他的身边，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的让赵月吃下了孕药，而少爷也吃了。终于在没日没夜的羞臊中，两人都怀了孕。为了孩子，不知节制的少爷被赵月一脚踹下床，赶出了卧室。他抱着枕头委委屈屈，孩子还没生，他就已经失宠了。老爷倒是喜得红光满面，重孙一下子就来了俩。他当即送了赵月几套房，可少爷却不咋高兴，他认为打钱就行了，给什么房子啊？万一媳妇出去住咋办？对于男性怀孕，别问我咋怀的，我不知道。彼时我已经成了卖药的专职人员，对此我非常欣慰。毕竟从今以后，生孩子的任务国家可以交给男人，谁觉得人口太少，谁就多生几个，生到他们满意为止。同时也有相爱的男过来买药，他们之间光明正大，他们之间流转爱意。同性之恋从来不需要感到羞耻，人总不能为了别人的想法自我扑啊！就在越来越多的夫妇有了好消息的时候，财神若许小姐给我打钱，快研究女生子的药。